拜登在过去几次的访问当中，一直有提到2次这个所谓台湾协议哦。大家当然就一直在好奇，在想什么是台湾协议。老师，你怎么看待拜登这个所谓的台湾协议？这到底葫芦里面装什么东西呢？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讲这个拜登提到了这个所谓台湾协议，其实呢，并没有什么新的协议。拜登是岁数大了，这个讲话讲得很糊涂，这是常有的事情，大家不必太认真。但是呢，他讲到的所谓台湾协议，无非就是以前的中美的3个公报，以及台湾和美国的那个台湾关系法。那么在这里，我想说一下一个问题：其实中美3个公报已经过时，本来是需要修改的，但是现在修改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中共和美国开始谈判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时候啊，中共和美国都玩了文字游戏。1972年2月的时候，尼克松在上海公报里明确提出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原话是说，美国知道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时啊，海峡两岸的2个政府确实谁都不承认自己同属于对方。那么中共的一方意思说，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是他的理解。那中华民国这边这个意思是说呢，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个中国，美国讲的一个中国，从一开始两岸就是各自表述的，互相不承认对方对自己的统治。那么当时美国呢了解这一点，但他故意装糊涂，不明确表示在2个对立的政府之间互相说对方归自己同属，美国到底认哪一个？其实美国是装糊涂，他2个都认。那这2个本身是对立的，美国也装糊涂，把它用一个很糊涂的文字写在那个上海公报里，而且居然就成了以后的中美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框架。那么中共认为说呢，美国认可的是自己的说法，其实美国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任何这样的文字，说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共的统治的一部分，从来没有过。这个只要仔细读一下英文的上海公报的原文就看得很清楚。那么1978年12月，中共和美国这个建交公报里，美国在这个一个中国问题上特别说明了这样的文字。那么文字是说，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上一句。那当然了，如果美国根本就不承认中共政府，他就没办法建交了。但是我前面提到了，两岸对一个中国有对立的2种理解，其实到1978年仍然存在。老蒋总统虽然死了，但是蒋经国总统仍然是当时坚持这个看法的。然后接下来中美2国的这个建交公报里还有一句话，说是美国政府了解这个中国人的立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这句话也可以被解释成说，就是这个一个所谓一个中国的立场，本来你们就有2种对立的解读，不过我还是假装不知道你们是对立的。那么1982年8月17号，里根总统和中共在北京签署817公报，这个仍然是沿用了这个说法。那么与此同时，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它根本就不提一个中国的认知，它对台湾是这样定义的，他说台湾关系法适用于包括台湾本岛及澎湖等岛屿上之人民，依据适用于该岛屿之各项法律所设立或组织之法人及其他实体及协会，以及在1979年之前被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在台湾之统治当局及任何继承之统治当局，包括其政治区域、机构和实体。所以美国的这个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从上个世纪美台断交开始，他就在利用两蒋政权原来对一个中国的解释，但是呢，实际上他外交上是承认中共政府，同时也保护台湾从美台断交以后的历任统治当局。那么
台湾关系法当中还有这样一段明确的文字，这是法律，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而且是国际关切的事务。美国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举，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一期望。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之举，包括使用经济制裁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要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御性武器，使台湾维持足够以自卫的能力，要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任何对台湾社会经济制度的威胁，美国总统应立即通知国会，依照宪法程序采取适当行动。那么这些中美公报就是拜登口中讲的中国协定，但其中这个有一个背景，其实有一点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两蒋之后国民党已经放弃反攻大陆，所以国民党也和民进党一样，把国民党的政治代表性改成了只代表台风金马地区了。也就是说，当年这个基辛格在玩弄国民党两蒋时代这个一个中国的那个认知所谓的两岸都认同一个中国这个说法，这个认知已经不存在，只有中共那样认知，台湾不这样认知了。那么照道理讲，既然基本政治条件改变了，那个所谓中国人的立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说法，现在已经不是两蒋时代的理念，变成了台湾民众的自由新政。那么台湾的多数民众并不认可那个国民党两蒋时代的成就的理念。那么这种条件下，如果美国、中国、台湾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是一种友好关系，那么大家完全可以坐下来协商，用一个新的外交文件取代原来那份实际上历史背景已经不存在的旧的中美关系公报。但是现在的现状很清楚，中共正在变本加厉地对台湾和美国进行威胁，所以美国也只能继续假装不知道台湾民主化之后的新的民意基础，他只能继续承认那些旧的美中关系外交文件，不然的话就会，如果美国说我现在对那个3个文件要重新修改，那中共肯定要大闹一场，这样会突然的造成台湾局势、两岸这个台海局势的紧张。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对台湾面临的这个中共威胁，它针对中共的作为采取的每项行动，我刚才特别念了一下台湾关系法律规定，它规定的不仅仅是美国如何做，包括美国总统如何做，它已经规定了。所以不管是美国哪任总统，他都不能违反台湾国际法，台湾关系法，这是从政治层面讲。那么中共又点燃了对美冷战之后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究竟我们还这方面呢，进一步要怎么看的话，我们其实需要再来分析的。